他是在路人行车仪中仅出现3秒，靠一个身影就得到 18.6 万赞的欧洲独立电影女王。性别轻易跨越的她，只挑导演不看角色。最近65岁的蒂尔达·斯文顿一部新电影《隔壁房间》悄然上线，和他搭档的是史上首位获得欧洲3大电影节影后大满贯的朱利安·摩尔。电影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人性的尊重引发了观众深刻的探讨。I think I deserve a good death. At least one without convulsions in my last moment, going out with a little bit of dignity, clean and dry. But I know I'm asking too much.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双女神同框充满张力的电影《隔壁房间》。电影开头是场签售会，英格丽是备受赞誉的自传体小说作家，她刚完成了一部关于死亡的作品，她惧怕死亡，无法接受有生必有死。签售会中，她从老友口中得知他们的共同好友身患癌症，正在治疗。Martha Hunt? Yes, she's at Manhattan Memorial Cancer Center.Thought you would have heard. 玛莎是一名战地记者，两人在80年代曾在同一间杂志社共事，甚至两人短暂地拥有过同一个男人。多年未见，如今两人事业有成。结束签售会，英格丽去往医院。Ingrid, what a surprise. How did you hear? I ran into Stella. She told me.玛莎的精神状况似乎并没有朋友口中那么糟糕，她子宫癌第3期已经无法手术，医生曾告诫她情绪不稳定会影响治疗。玛莎对治愈已经不抱任何期望。I'm not ready to abandon the party just yet, but I had truly gotten used to the idea. Well, I suppose that it's good to get used to the idea, but without giving up, right?注意，这是影片中两人对死亡认识的第一次碰撞。玛莎可以接受自己平静地拥抱死亡，可英格丽则避讳任何与死亡有关的话题。玛莎担任战地记者的经历让她明白，人际关系的厚度不在于他们交集的次数，而在于真诚。同样，生命的厚度也并不取决于活着的时间，而是生命的质量。两人对于死亡的不同见解，也各自给对方带来另一种观察生命的视角。玛莎唯一的女儿很成功，是位古典音乐家的经纪人，他们很少联络。在玛莎患病初期曾想过要放弃治疗，女儿只是在电话中表示支持她。玛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女儿，后来她去杂志社工作，又去了纽约时报做战地记者，工作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他们疏离的另一个原因是女儿从小没有父亲的陪伴。他的父亲在与玛莎交往几个月后就去往前线，直至越战结束。1年后，弗莱德才回来。他情绪低落，患上了严重的战后创伤应激症。玛莎坚持用爱感化他。她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弗莱德，但弗莱德计划搬去圣地亚哥的医院工作。他想要安抚有创伤的人，同样他也需要自我疗愈。弗莱德并没有见过孩子，也从未联络过他们。在米雪12岁那年，强烈要求想见父亲，玛莎却辗转得知他刚刚离世。弗莱德妻子告诉玛莎，他们在旅行归途，看到一所燃烧的房子。弗莱德坚持要去救人。Don't go in. It's dangerous. Look at me. I'm here. It screams. No, I don't hear anything. Fred, don't go in there!消防车赶到后扑灭大火，弗莱德的尸体被抬出来。这座房子已经废弃很久，里面根本没有人。一段时间后，弗莱德妻子给玛莎寄来一封邮件，里面有封信，是玛莎的女儿写给弗莱德妻子的。信里说 Burning house. It was me he tried to save. It was me for whom he died. That's insane. Yes.结束了这一阶段的化疗，玛莎回家休息。她约英格丽做客。闲聊中，玛莎回忆起纽约时报工作时，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棕褐色废墟下，包裹头巾的玛莎进行了一次采访。同事碰到了战场中曾相恋过的男友，他们5年前分手。玛莎并未将这段爱情写进她的采访之中。玛莎与英格丽似乎没有太多共同回忆。英格丽虽面对死亡倍感恐惧，但她理解玛莎的苦闷、惊慌与这些说不清的情绪。几天后，玛莎开始了一种新的免疫疗法，据说对子宫癌有特效，然而一段时间后，这种治疗却对玛莎没有任何作用。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和骨头。Oh, that I could live for months, maybe a year. He even wants me to continue the treatment, even though it looks hopeless. Maybe it will work this time. I don't want to wallow in self-pity. I'm sorry, I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excruciating pain. You can't be self-possessed if you're in agony. You can't think straight.
You can only think of one thing, the fucking cancer. 曾经玛莎也有过新男友，当她发现这个男人不是她想要的，就决然离去。后来男人成了英格丽的男友，但刚强的玛莎也需要陪伴，需要被认可。然而世界却不会随便如她所愿，略带讽刺的希望愿景只是一场奢望，符号意义上的死必须经过社会系统的审核才能被批准。此时出现了电影中的第一场雪，紫色的天空下映衬着高楼大厦，雪花一点点飘洒。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玛莎吟诵起乔伊斯《死者》中对雪的描写，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阴晦的中部平原上的每一寸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深丘上，雪落在孤独的墓地，落在每一个生者和死者身上。玛莎苍白的面孔，英格丽再也无法控制情绪。It's getting late, and I should be going. Thank you. I'll see you in the room. 再次见面是电影院开场前的半小时。I will not go out in mortifying anguish. I've gotten hold of a euthanasia pill. Don't ask me how. On the dark web you can find almost anything. I also have an abundance of opioids for the moments of pain. 经历战争中几次死亡危机都有同事的陪伴，而这次玛莎提出希望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英格丽能在隔壁房间陪伴她最后一程。英格丽倍感震惊，难道玛莎不该选择自己更亲近的人吗？其实玛莎之前询问过其他3个关系更近的好朋友，但他们都拒绝了。 I'm asking you to be in the next room. 在那些癌症互助会中，他们认为癌症是一份礼物，是精神成长的机会，但玛莎认为这些都是胡扯。People should see this as my way of fighting. Cancer can't get me if I get me first. What's the point in waiting when I'm so ready to go? Are you completely sure you're ready? Totally. Since the first diagnosis. 这是两人的第2次思想碰撞。害怕死亡的英格丽虽然羡慕玛莎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但她想到隔壁房间玛莎的死便会瑟瑟发抖。但最终英格丽还是同意了。玛莎将地点选在曼哈顿，前往纽约北部一处偏远的房子，这是玛莎生命即将落幕的地方。客厅中间是红色的沙发，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表现孤独的一幅画，阳光下的人们挂在墙面上，画中正好对应着影片中两人躺在沙发上的场景。万事俱备，玛莎却唯独忘带了那些安乐死药丸。他没有驱车赶回家中，翻箱倒柜，英格丽终于找到一个上面写着永别的信封，里面正是那些小药丸。他们连夜赶回别墅，玛莎已经做好规划，她会留给警察一封信，上面会写明药品名称和来源，届时英格丽只要说自己毫不知情就可以。她还定好暗号， I'll sleep with my door open, and the day that you find it closed is the day it's already happened. That's the sign. Door closed. 于是每天清晨，英格丽第一件事就是看玛莎的红色房门。两位好友重温年轻时亲密时光的片段，温柔而动人。他们同去书店，一同回忆起两人曾先后相处过的那个男人。上过战场的玛莎看惯生死，她笑谈性爱才是不怕死的理由。但如今她已难再度尝试，只能用过去的爱情回忆来安慰自己。她其实与英格丽一样惧怕死亡，恨透这些难受的医疗过程。化疗的痛苦让玛莎失去了写作能力，甚至影响了她的听力。玛莎的恐惧与焦虑在她一贯冷酷的面孔上不时出现。 To just talk whenever invaded by memory. Am I talking too much? No. Talk all you want. I love listening to you. 第二天清晨，英格丽看到玛莎紧闭的房门，没想到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她不禁呕吐一番，用冷水让自己很快镇静下来。她靠在躺椅上痛哭。 What's going on? What's wrong? Your door was closed, so I thought you... I'm so sorry. I opened a window and the breeze must have closed it. Oh my God. 此刻两位影后的情绪开始拉动，一位略显沧桑，渴望被关注被爱，以确定自己依然存在的真实。另一位似乎被这场大风制造的假死提前做了心理准备。两人一起看了冷面笑匠基顿的7次机会，玛莎面无表情地吞下大把的止痛药片。深夜，玛莎要求看一部电影《约翰休斯顿的死者》。 Snow is falling. Falling in that lonely churchyard where Michael Fury lies buried. Falling faintly through the universe and faintly falling. Like the descent of their last end. Upon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天亮后，玛莎在英格丽的搀扶下在林中散步，她没走几步就累坏了。在来到这所房子之前，玛莎已经写好遗嘱，她将房子和里面的一切都留给女儿和英格丽。对于自己书架里的战争笔记，英格丽可以随意处置。这天夜里，英格丽依然看到开着的房门，带着喜悦，她轻轻躺在玛莎身边，静静等待天亮。英格丽完全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夜。两人共同喜欢过的前男友与英格丽闲聊，他认为英格丽与玛莎同住会影响他的气场。他批评英格丽身为一名作家，应该更关心整个世界，而不是一名濒死的女人。那样的话，格局太小。相反，英格丽认为他应该和玛莎学习。玛莎在悲剧中依然尽情地活着。Why do we have to go through all this like we're criminals? Shouldn't dying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end their lives with dignity? They will, once our teetering health system completely collapses. 当英格丽回到别墅时，看到玛莎红色的大门紧闭，这扇门将玛莎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命运分割，死亡似乎成为一种必然。时间回到1小时前，玛莎涂上最钟爱的口红，穿上一套艳丽的黄色西服，在泳池边的躺椅上安静地死去。她在给英格丽的信中写着 Today is such a beautiful day that it seemed to me it was the moment to leave, even though that was the idea. But you know, I always improvise.And I'm almost happy that, while I fade away on the lounger, you're out in the world, experiencing something different to my death. No one will be able to accuse you of complicity. You have accompanied me as much as any human being can accompany another. Call my daughter and tell her I'm sorry. And thank you, love.警察做了笔录，这种非法药物很难搞到。玛莎虽已经有尊严的死去，但她在警察口中却被判定为犯罪。英格丽也被要求在48小时内随叫随到。回家后，玛莎的女儿出现，她几乎是玛莎的翻版。英格丽给她讲了玛莎和她生父的事情，这也是米雪从未听到过的故事。那夜，米雪留在母亲的房间，躺在她的床上，体会母亲的味道。黎明时分，米雪躺在母亲离世的躺椅，那一瞬间，米雪与玛莎重叠。Look, it's snowing. 这是电影中第2次下雪，英格丽不禁读起了玛莎喜欢的那首诗。The snow is falling. It's falling on the lonely pool we never used. It's falling on the woods.参与并见证了好友玛莎与死亡抗争的全过程，英格丽再也不是先前那个无法接受死亡的自己。她从玛莎身上领悟到，即使在悲剧中，依然可以尽情生活。原来死亡远远没有她想象中如此痛苦，她甚至内心充满喜悦和感激。隔壁房间获得了第81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不得不感叹西班牙电影大师在片中的各种细节把控。首先，我们拉出现代主义建筑在电影中的意义。片中这栋建筑的取景并非在美国，而是在西班牙，坐落于阿班托斯山南坡，靠近埃斯克利亚尔修道院。这栋玻璃与钢铁结构的现代主义建筑散发着冷静与理性的味道，正象征了玛莎复杂现代又充满矛盾的思想。线性刚强的视觉张力与水面包容柔软的对比，同样意味着两人互补的和谐美感。第二，色彩的语言。影片用纯度很高的红色、蓝色、绿色及黄色构建出一个个情感饱满的人物。朱利安·摩尔红发闪耀，谦逊包容；斯温顿强势，雌雄莫辨。躺椅的红色和绿色，以上全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将玻璃投射户外的雪花，柔和调整节奏，营造出现代梦幻又真实的观影体验。最后，我们回到影片主题，不可否认，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任何生物都无法摆脱的最终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好友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谈死色变的英格丽陪伴生命末期的玛莎，真挚的情谊令观众感受到无限温暖。现代生活中，虽然物理距离如此接近，却时常感受到精神的疏离与孤独。最终，玛莎女儿的出现，通过英格丽还原其生父的事，最终完成了女儿对母亲的谅解。影片在三人不断的审视自我和反思中，也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即使我们身处别人的隔壁，但同样也能通过真诚交流，最后达到共情与救赎。虽然大多数人都像英格丽一样惧怕死亡，忌讳谈论，但不可否认，生命的逝去是自然界中再
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在珍惜生命的前提下，真正理解死亡，或许就能放下内心的恐惧。导演阿莫多瓦在获奖感言中提到，干脆且有尊严的与世界告别是一项基本权利。这句话不仅反映了影片的核心价值观，也在作为艺术家的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玛莎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经历，更是对社会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呼唤。人们应当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Feeling helpless when our friends and loved ones are going through that experience is really tough. And sometimes people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actually look at it. This film, both Martha, who's in the hot seat, who's on her way out, that's a great thing. 我将在下一个作品中继续解读这部电影中有关人物塑造和激起观众内心深处很少人发现的几个微妙之处。届时你一定会发现，这部电影不愧是被影评家定义为阿莫多瓦最好的作品，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好片不迷路，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